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9号。解盘之前，先祝各位多头跟空头朋友们中秋快乐。今天视频要来讨论一下，比特币利空不断，包括昨天晚上美联储主席是再重申不能过早的放松货币政策。那这个位置它价格又不跌，是不是有什么隐形的利好是我们没有发现的？或者是视频要来聊一下，目前下跌有没有减缓的迹象？包括它的4个小时跟1个小时的量价形态有没有转暖的迹象，以及开单的点位。空头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你19500就是最后的防线啊，这个位置不能过。或者是多头的朋友，可以从前面的19600修正到19000，看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多点啊？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永久返佣 20%，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Bybit 不用验证啊。那么来看一下日线级别，其实这个位置跟 69K 的一个位置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。就是它前面的一个整理区间，你整理好好的，现在是挖了一个坑，但是又不下跌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一般正常的空方式，你这边整理区间破位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每根 K 线的收盘价都是重心在下移？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破位的时候，每根 K 线的收盘价都是每一天都是在垫低哦。那前面的这一个趋势破的时候，马上抵抗啊，第二根马上收盘价就抵抗，这个趋势破的时候倒是重心是有下移啊。那后面这个趋势破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平台破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在这边遇到抵抗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边是下跌有遇到减缓的迹象。那还有第二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，就是空方的朋友你要去怀疑一下，它这个位置是不是主力在这边洗盘也好，或者是有吸筹也好，吸完以后它单根直接破，现在是又拉了回来。那我的观点是你尽量空方的朋友可不能让这一个价格，如果是主力能拉到这个19500上方，那说明这边就是一个陷阱啊。空方的朋友你尽量要防一点。当然你如果还想再开空，就是19500的这个位置接近这个位置去开完以后，万一是过的话，你止损19500，盘中如果有过，那你就要止损掉。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。至于多方的朋友，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19700的位置，如果你有命中，因为我前面几天是跟大家讲，就是日线级别这一个多方吞没的这后面是踩了2只脚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买点哦。那现在其实4个小时它现在是开始有出量。这一根有出量的位置，是有一个下影线，那我们就要细心的观察一下，最近的走势是不是量价形态有没有转暖的迹象？因为4个小时前一波这个位置是放量的时候是在涨，跌的时候是在缩量，就是它目前是这边在整理啊。从1个小时里面，这边有一点类似一个杯柄的一个形状，或者是这边是一个杯子，这是一个饼啊。我们再画一下，这是一个杯子。是不是有一个杯柄？现在是静待突破，就多方的朋友而言，静态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突破，放量来突破？那我们观察一下这里面的量价形态，昨天还有一度压回到就是这一个位置19000，但是收了一根上涨的 K 线，量能又盖过了，而且是价格也有盖过前面的这一个量能，所以我的观点是这2个空方的量是被多方的给盖过。目前就观察到底能不能挑战。那还有一点哦，刚刚给的那个开多的点位，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如果是还要开多的朋友，尽量也是要控制，因为目前都是在逆势哦，目前还没有就是说正式转多。如果要正式转多，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就是跟 69K 的来比对，那一个形态要怎么来比对。所以我的观点是你尽量观察一下，就这个低点19000，万一是还有压回这个位置，你就选择站在多方，把这整个区间都看成一个区间，就是这个位置不能破。大致思路就是这样子嘛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级别，既然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的形态，我刚刚是讲，如果是一个陷阱的话，你回到上去的话，那就说明就是一个陷阱，后面就不要再以空方的思维来对待。它有可能在复制 69K 的高位，就这个区间，当时在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我的判断是这边是一个平台突破你就不能回到这个平台里面，回到这个平台里面，那就是选择做空，因为市场的主力已经在跟全市场的游资或者是技术派的高手在讲，你整理平台整理的好好的，你是一个
正式的突破吗？还是一个挖的一个多方的陷阱？回进来的话，那就是说明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陷阱，后面就是一度就是选择做空啊。那高点的话可以是这样子，就是它类似一个破顶又往下翻，那下方的一个走势就是是不是破底，破底要再往上翻上去，你如果是19000没有等到，那我的观点是过了这个19500你可以去追多，如果还再过了这一个20200点，就这个上影线的高沿位置，你可以再去追多。当然相对保守一点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这个区间只要回上去，可能激进一点，直接在这个位置追多，如果没追到，那就是等那另外一点就是平台突破的时候再压回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再去追多，大约是在你要看这个上影线也是可以的，大约是在20200点，或者是看这个上影线，大约就是20500点附近啊。至于消息方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晚上很重要的2则空方的消息，一个是欧元区那边是史无前例的将整个利率提高了75个基点，还有一个就是鲍威尔刚刚是有讲的嘛，美联储主席是在重申不宜过早的就是放松货币政策，但是它价格现在是不跌，那我也要跟大家聊一下，昨天不是有在推特上面有跟大家发过这么一张图片，就是美元指数我们最近也要观察一下，我前面是在这个高位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，有可能美元指数是强弩之末，它主要是有几点，一个是指标日线级别在背离，还有周线级别指标 KD 指标也是在背离，那有可能方向是要往下去看。那我再细心观察了一下，这边是有一个看跌的楔形啊，上升楔形未来就是有可能就是要看跌，而且在高位它现在是犯了一个空方的吞没，如果能这样子下去，其实对整个全球的风险资产，不光是比特币或者其他的币种，我感觉最近有可能隐形的利好就是这个美元指数要下去，那比特币估计有可能就是要上，包括美股那边其实我也是看涨的。其他的还有什么隐形的利好，就是朋友在聊的这一个原油啊，昨天也是有朋友在讲原油下去他心就放宽了一点啊，没那么担心比特币是不是要再下跌，因为原油是事关整个美国那边的通胀，如果是原油已经是领先在走跌，那下一次美国的通胀是不是要继续再拐弯向下，因为上一次是 9.1 回撤到 8.5， 下周二的时候我们要再去观察一下美国的 CPI 到底会不会再往下回撤，包括昨天在推特上面也是有跟朋友们分享嘛，美元在近20年的高位空方吞没，高跟低看个人的理解，你现在要资产配置，你是要选择现金持有现金拿美元吗？还是要选择比特币等风险资产？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是感觉比特币跌的空间是相对比较低的位置。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以太坊的一个走势，有朋友可能也是看要不要在这个 N 型的转折位置，它如果不过的话，这个高位有没有空点，但是我感觉现在是有一个上升趋势啊，如果我们把均线加上去，它整波趋势都已经突破了，而且是站上 20MA 跟 60MA， 它有可能是要做一个变盘的选择，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要往下，至少有看到一个现象，现在有一个上升趋势，还有昨天有跟大家讲到这边是一个多方的吞没，你如果要再找空点，这个位置 N 型我是怕担心有可能随时都会过，当然会不会大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历史上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，当时以太坊不是伦敦升级的时候，是在8月5号，当时是把整个规则给改掉，就是手续费它不是送给矿工啊，它是直接销毁掉，所以我最近也是跟大家讲，我们尽量每天要去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 Outro 这个网站上面每天的销毁数量，昨天是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1700枚，刚刚早上是看1900枚，最近感觉整个以太坊的生态里面销毁的数量有在提高，那我的观点有可能不排除整个行情有没有转热的迹象啊，但是如果是要大涨我估计也不可能，因为现在的结构跟去年的不一样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方是有一条这个年线压在头上，就是因为这个区间会有压力，那还有4个小时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
目前的区间其实从4个小时跟1个小时，比特币也是差不多嘛，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区间。那量下方的量这边不是也是有一个大量嘛，跟比特币一样，它1个小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也是在画一个杯柄啊，这边是一个饼，而且这一根大量的位置其实是有多方的量，不一定是空方的量。所以我的观点还是看涨嘛，但是至于大涨的话，可能时间还是要拉得很长，不一定就是说要这样子，就是一直一马平川这样子上去吧。上面是有很多套牢盘，可能还是要慢慢的涨一根，横一横，涨一根，横一横，可能甚至会不会再回撤，再来慢慢的这样子上去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